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魏。现在早上的7点钟，我刚刚吃了一碗粉。我现在从归仁准备出发去芽庄。那去芽庄大概170几、180公里的样子。我会分2个阶段，反正晚上到芽庄。这2个阶段呢，中间有一个旅游胜地还是不错。当地的朋友跟我讲，他说那边值得你去一下。门票大概2万越南盾。那我心想，这2万越南盾不能省啊，对不对？必须得去所以我就准备先到第一个景点，大概离我这边有个70几公里先到那里，玩一下，然后去芽庄，分成2个段。好，现在我们出发。归仁市就靠着这座山非常非常近。但是这座山呢，没有怎么开发旅游资源，山上都是一些杂树杂木。也就是昨天我们去喝咖啡那地方，就是开发了一下子。我上次来归仁，当地的越南朋友就带我去了一下子，然后也是那里，就是说明什么？说明这边没有太多特别好玩的地方。就昨天喝咖啡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就是在这里。其实来归仁基本上他们都喜欢在这儿喝杯咖啡。刚来就是这种山路。哎，是不是错了？让我向右转。我再看一下。哎，这地图真是偷偷。这就是我经常把导航关掉的一个主要原因兄弟们，就是当你走的路是正确的时候，但是因为这个卫星定位的偏差，因为是在山里嘛，它定位是有偏差的。地图感知到这种偏差以后呢，它就认为你走错路了，它拼命提醒你，要么就是掉头或者往哪边转这个时候你不听它的吧，它就一直叫，在你耳边叫。你听它的，你还会走错路，有时候甚至没有路可走。所以有时候我会把谷歌地图关掉，你只要看这条大路，主方向是对的就行了，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那个小路。我们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。现在是一直爬山的山道，全是树边上全是树。所以下面我是不太好拍到。上来就走这么刺激的山路，哎呦，忘了加油了。油箱还有一半。下了山看见加油站，先加油。我算走到主路上来了。归仁这边到处都是山多。那我在岘港，我岘港的朋友说，岘港是越南最美的地方，最好的地方。有山有水也有港口，靠着大海。那归仁也是这样，但是归仁和岘港无论在旅游、经济等各方面嘛，差距都很大。这个我真的还不知道，还不能用1、2句话来把这个差别说出来。但是确实，归仁和岘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老天赐给归仁的自然环境呢，一点也不比岘港差，但是我感觉这边都没有开发，很多东西、很多地方都很原始的那种状态。当然，现在市区也开发的挺像样子了，而且我当地的朋友讲，他说归仁的东西物价比芽庄贵多了。我刚见那个朋友
他原来是在芽庄的，因为工作的关系刚来归仁没多久。他说归仁各方面都比芽庄贵，然后旅游景点有没有特别就是让人为了这个景点必须要来这里？其实您看我现在走的这条路，我的左手边就是大海，但是我什么也拍不到，我也只能看到一点那个海水啊，或者是远处的高山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这边的树啊，左边的树就特别高，就挡住了视线。所以我觉得这个，如果是真正想做一个旅游城市的话，那各方面要从游客的角度来考虑。那个像这样的树，是不是应该种一些低矮的树，对吧？太高的那种灌木就不要种，这样我们的视野就能够看得更远。就在这里开车就更舒服嘛。哇，终于过了山了。过了山，前面可能就有加油站了，先把油加满，不然走着不定心啊。到前面就是绥河啊，前面几十公里是绥河，这里可能就离开归仁了。这个平浮桥，这边的水都是海水了，就是入海口了，已经是。前面又是一座大山啊！这段路修的比较早，路修的也不错，就是车比较多，大车非常多啊。还以为前面还有那个盘山公路呢，可能没有啊，可能就是沿着山边走了。刚刚路上我看到应该是很多水，我还以为是油，都不敢骑，慢慢的走过来的，我怕滑倒了。刚刚有个车在修啊，其实在这种地方车坏了很麻烦。刚刚是一个大车在修。这正儿八经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。荒山野岭，现在这片终于开阔一点了，就边上能看到大海了。这里有个湾啊，这边就是大海。现在的时间是8点半，下午8点半。早上我没有烧水，他房间那个烧水壶、烧开水的壶坏了，现在没有开水，我要找个地方喝咖啡，喝点水。
早上吃了一碗粉，还有点咸，所以感觉齁得慌。啊，这边的路是可以掉头的。它这正好是一个弯啊，这条路呢，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沿着海的路。现在就走到一个小镇上了，这小镇挺漂亮的，挺干净。河水上很多船只，感觉挺好的。我在这个桥上停了一下啊，这个桥其实挺漂亮的，但这电线实在太煞风景了。在越南这种电线都是这样散的，它很少走地线。我们现在走到走到这个镇子，我不知道是镇子还是市啊，走到这个里面，但是离这个出海口也没有那么远。这个镇子很安静，很安宁啊。我查了一下，这里属于福安。啊，这里有个喝咖啡的地方，喝点东西吧。倒回去算了，往前走吧。那咖啡馆不是我喜欢的那种。还是在房间里面比较局促，地方给人感觉就比较热。这里突然有一段爬坡的路，这坡是蛮陡的啊，估计有30度的斜坡。我觉得这种才是喝咖啡的地方。哎，谢谢。这小咖啡厅真的不错，又建在一个高处。小宝宝都好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海滩了。哇，这里养鱼的很多啊，这没有什么像样的海滩，就是不能游泳啊，全是养鱼的。海上全是这样的，全是养鱼的渔民，停了很多船。喝一杯咖啡，继续赶路。
哇，这有一个大斜坡是往下冲的啊！前面的房屋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原来这应该是一个山，这里被开出来一个凹槽，这样就辟了一个路。其实越南这边，它的地理，你从旅游的角度讲确实很漂亮，但是，老天给你开了一扇门，又给你关一扇窗，那就是交通这一块真的是花了很大功夫。那以前老百姓生活没有这样的路，肯定更难。哎呀，这段路好堵啊！这里在修路啊。哇，好大的风啊！感觉这风太大了，逆风啊！杰哥这2年一直给我打电话，说是有台风，让我小心点。但这几天天气都非常好，但今天我感觉像是有台风啊，这风好大好大的呀，风太大了，兄弟们。今天感觉风太大了，我现在站在一个桥上。讲话的声音都哗啦哗啦的。我现在这里是属于福安省，福安省大概在前面10几公里，就是福安省绥安市的一个景点。啊，这里很多人养燕子，这里有个燕屋。越南人养燕子，外面的那个房子啊，都很漂亮，就外面就搞得很像那么回事儿。当然，我也见过外墙没有粉刷的，不多，基本上都粉刷的挺好的。我现在走的是一片福安省的农村，这里属于福安省的绥安市。这全是种的水稻，这边的水稻估计是1年30。我再往前大概8公里就到了我要去的一个目的地。前面这比较高点的房子啊，反正都是养燕子的，不是人住的，人是住在下面的。我看很多燕子在飞来飞去啊，像这样的房子，养燕子的。
是过了归仁，就感觉这边的农村好多了。感觉是像，感觉是这边的农村经济要比归仁以北、广义那边好得多了。感觉广义那边人口很少，农村没有多少人，房屋也很少。当然有很多房屋是看不到的，它像越南这个树木比较茂密。如果说房屋建的比较低矮的话，它是完全能被盖住的。这里2层以上的楼房就比较多了。越南的雨水多，实际上住在1层的话，其实是蛮难受的。如果下雨的话，这个下雨的话，房间还是比较潮的。当然也有朋友问我，就是越南是不是很潮？因为我们在江苏生活嘛，就是黄梅天的话，那个被子都晒不干的。包括一些南方的朋友也有这种感觉，就是雨季的时候呢，被子晒不干。但是在越南不是这样，越南是比较干爽的，空气也比较干爽，它不潮湿。就算下雨的话，空气也是比较干爽的，衣服就是可以晒得很干。哎，我以为多大车呢？这里应该是一个菜市场啊，因为现在已经有10点多、11点了，靠近，所以没有什么人了。在越南中午的时候看不到人，好多地方都是中午街上没有人，空空如也。由于时长的关系，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您的欣赏，祝您生活愉快，拜拜，下期更见。